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北极村啊。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子，它位于北纬53度啊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北极村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啊，转一下。村口上有一个邮局，因为是最北边的邮局，所以也叫做圣诞邮局，可以在这边寄个明信片回家。然后这边呢，很多都是卖山货的，山里面的一些野菜之类的。过来啊！这里还有一个最北客运站，从漠河坐客车就来到这里了。客运站旁边就是一个青年旅社，我就住在这里啊。这两边是超市，那边呢是饭馆，这边都是超市和饭馆。这还有个银行的农业银行。然后我在这里租了一个自行车，这里面实在是太大了，不租自行车不行啊。这里有一个北极村的游览图，这是界河黑龙江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北一家啊，就是这里全中国最北边的一家人。这个房子挺好看的哈，这边还种地呢啊，这地里面种的西红柿、玉米、向日葵。这里现在应该是改成客栈了啊，吃饭住宿都可以的。中国最北一家，看这个门口晾的很多蘑菇啊，应该都是野蘑菇啊。都是当地特产。北极村的信号非常好啊，为什么呢？看看这个铁塔就知道了啊。中国最北铁塔，看这个信号。这路上有一个限速的标志，这标志上写的中国最北交通标志，连一个交通标志都是最北啊。现在到了北极村的爱情广场，广场上很多雕像，都是情侣啊。爱在北极，终身不渝。这里有一个 love 的那个拍照的，爱在北极，终身不渝，缘定终身，一生所爱，就在河边啊，爱情广场。这里有个小船，爱情的小船，说翻就翻，这是在搞笑的吗？哇，这里可以走到河边啊！看看这个黑龙江多宽啊！对面就是俄罗斯。这个黑龙江每年的11月份会结冰，到来年的5月份才解冻。这中间6个月的时间啊，一直都是冻着的，你懂的啊。如果你想到对岸的话，直接在冰上面滑过去就行了。我现在到跟前看一下啊，果然很黑啊，这个水。那里有一个瞭望哨，中俄边境太美了，朋友们。河对岸属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吧，地广人稀啊。我估计那边都没什么人，跑过去他们也发现不了。在这个爱情广场上还有一个界碑呢，2014年立的。哇塞，我现在骑自行车就走在这个边境上啊，沿着最左边这个条在走，边境游荡者，太有意思了。在河边有一个巨大的温度计啊，看一下现在多少度？现在中午12点，温度最高的时候16度，现在。这个红色的条就是温度，看一下这个北极村历史最低温度啊，这个最下面写的呢，负的52.3度。这个还不是祖国最冷的地方，咱们国家最冷的地方离这里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叫根河，这还有个最北商店。我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可是厉害了啊，这是北极村的北极。中国最北的地方，是
中国纬度最高点，名副其实的金鸡之冠。看看这里的纬度是多少啊？这个碑上面有写，这里是北纬53度29分51秒，东经122度。这是中国地图，中国地图那个雄鸡的顶上，这个地方叫金鸡之冠，就是这里啊。大家好，我们国家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，你们知道它的最北端在哪里吗？在黑龙江漠河市的北极村，北纬53度的地方啊，就是这里，神州北极，对面就是俄罗斯啊。哇塞，从来没有离俄罗斯这么近过。这个就是著名的黑龙江。为什么叫黑龙江呢？因为这个河水漆黑如墨，黑如蛟龙。它江水里面含有很多的腐殖质，所以是黑色的。看一下是不是黑色的水。这个江面非常辽阔啊，这个黑龙江。这是名副其实的边境地区啊，但是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个边境上什么铁丝网啊、巡逻的武警啊，那种紧张的关系啊。看这个边境地区很开放啊，甚至找不到人啊，没有什么人。我转一圈，大家看一下，那边有一个游艇啊，可以坐那个游艇去玩。这边现在来了几个游客。我是昨天来的这个北极村，从漠河坐车过来的，找到一个当地村民坐的小巴，25块钱一个人啊，直接就坐到这个北极村了。这个村子的门票是68块钱，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基本上没什么游客啊。看今天漠河这个北极村的天气非常好，白云朵朵啊，看这个天象，这蓝天白云。空气质量非常好，这个云彩还透光呢。现在太阳在这云彩后面呢。这个北极村里面特别大，我租了个自行车啊，早上20块钱骑一天，不然走路的话特别累。这黑龙江边上还有游船呢，游艇。这有2个开船的师傅在这儿。这是野生蘑菇啊，这一个就是俄罗斯，好大个呀！这蘑菇，黄黄的，很新鲜的。看看这个游船。哎，师傅，这游船怎么坐呀？500块钱一位，一人一次。500一次啊？一个人呢？一个人也是500，一个人也是500，100个人装不下。10个啊，坐10个人。司机又是一个吗？啊，一人50，正好500。刚才我问那个开船的师傅了，我说能不能过这个河中间到那边去啊？他说可以开到那边去，只要你不上岸就可以啊。现在天黑了，看一下晚上的北极村，灯光打开以后啊。道路两边这个灯笼还蛮好看的。现在快8点了，天是晚要黑还没有全黑的。这边有很多摆摊的啊，这个烤冷面的，前面是卖水果的，这里都是卖一些农家自己种的菜的。看这里非常热闹啊。这个是白天拍的那个温度计啊，站在这个角度看一下北极村的夜晚，灯光还是蛮漂亮的啊。看看这个天空，全都是黑云啊。沿着这个黑龙江江边上呢，咱们这边有一圈灯光。看俄罗斯那边啊，完全就是黑暗。哇，完全的黑暗啊，黑暗笼罩了。这边到咱们这边呢，又开始亮了。据说在这个北极村是可以看到极光的，但是要在6月份，在那个后半夜的时候，也不是每天都有啊，要看运气的。现在8月份已经看不到了，
所以现在只能看看天空了。现在早上7点半了，看一下北极村这边的啊早上的情况，很多摆摊的。这里早上3点多就天亮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早餐店啊，卖包子、油条、豆浆的，去看一看，顺便拍一下这边的饭菜的价格怎么样。早饭吃个茶叶蛋、包子，喝个稀饭，看看这边的饭店价格怎么样啊？地三鲜28，还可以啊，不贵的。鱼香肉丝38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中国的最北端，北极广场，这里是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啊。在这个北极广场，最多的就是北，后面那个雕塑也是北字的造型啊，是一个小篆体。在这个北极广场要找一下北，我快找不着北了。看这个地方多漂亮啊！这是梦境中的地方啊。绿草如茵，蓝天白云，在这么好的地方找一找北啊！找了好多北，那个石头上有一个，那有一个，那边还有2个北，这儿有一个北，那边有个石头上也有北，那边石头上也有一个北。北极垭口广场，这里是北纬53度啊，真的好多北啊！在这里找到一个唐太宗写的北字，哇，这个字距今1000多年了啊！看一下这边是毛主席写的北字，怎么样？这是毛主席1957年写的，这里还有好多北啊，一下就找到了，真的不愧是北极啊，处处都是北。来这里旅游啊，一定要骑一个自行车啊，朋友们。这个园区里面特别的大，看一下，全都是这种草甸子、森林。没有个自行车，你走的特别累。这单程3公里啊，它这路曲曲弯弯的，来回6、7公里，你怎么走啊？这里有一个相框，这个是给人照相的啊，站在这个相框里拍照，特别的漂亮。来北极找北，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总有一句话吗？说这个人啊太得意忘形了，都找不着北了。但是现在啊，大家看了吗？我找到北了，我现在很得意啊，但是我找到北了。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飘了？飘的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是吧？那不会的呀，因为我这里就是北呀，这里可是正宗的祖国的北极。太有意思了，在北极广场不光有很多北啊，它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这后面呢就是黑龙江，就是这么近啊，要不然怎么能叫北极广场呢？一步之遥就可以出国了，朋友们，看看。哇塞，黑龙江对面的俄罗斯，这儿还能看到俄罗斯的瞭望塔呢，看到了吗？看上面有没有士兵在站岗，是不是拿枪瞄准我了呀？这边有个小房子啊，这里应该是值班的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风景这么好，山水相连。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离得这么近啊！这个水冬天就会结冰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北极村，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村庄了啊，北纬53度，它在黑龙江的漠河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北极村的住宿吧，给要来这边旅游的朋友做个参考。这个北极村啊，确实是个村子啊，只不过它这个整个村子就是一个景点。这个村子里面是有人住的啊。村民呢，现在都是改成这种农家院呀、农家乐、餐饮住宿啊。整个村子现在非常干净，规划也挺好的。
房子盖的也很漂亮，都是1层的这个木头房。这边有很多的农家小院啊，就是农家乐这种感觉。价格也不贵，我刚才看了一下美团，也就100左右，还可以住那种带火炕的房间啊，就是冬天是烧柴的那种炕。这个就是北极村最好最贵的酒店了，叫索金大酒店。刚才我在美团上查了一下，价格是300多、500多、600多。现在疫情期间住的人应该不多啊，从门口停的车就能看出来，因为没停了几辆车。除了那个大酒店和农家乐啊，你还可以像我一样选择这个国际青年旅社。很多人没住过青年旅社啊，青年旅社的就是大学宿舍那种感觉，就是床位的高低铺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家青年旅社墙上都是各地的驴友的涂鸦，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，都是写的这些啊，什么一路向北，太有意思了。现在我进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年旅社里面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是上下铺的，一个房间能睡好几个人啊。我睡在这里，虽然说能睡好几个人，但是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没有什么人。昨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睡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床位都是空的。如果你怕吵啊，就不能住这里，因为住的人多的话，肯定会比较吵。有的人想睡觉，有的人还想玩手机什么的。但如果你喜欢热闹，你想旅途中找个伴儿什么的，就可以住这里啊，然后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和你路线相同的朋友。它这个卫生间和洗澡间是公用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有柜子，可以把书包放进去。这里就是公用的洗手池，刷牙洗脸啊。这边是洗澡的，挺干净的嘛。灯打开，很不错吧？这个青年旅社，关键是便宜啊，才30块钱一晚。你要住别的房间，不就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了吗？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卫生啊，是这个床单和被罩，它都是一客一换的。然后这个房间啊，每天都会有人来打扫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格达奇，我是从漠河坐火车过来的啊。很多人是不是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呀？好多人没来过这里啊，我就带大家在这个市区转一转吧，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到了加格达奇的北山了，这个是半山腰有一个观景台，在这个观景台呢，可以看到整个市区的情况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哇塞，这整个市区非常的大，跟我印象中这种大山中的城市大多了啊！看这个规模，它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。因为它就在大兴安岭里面嘛，所以它也被称为临海明珠。这个加格达奇呢，它有一座山，一条河，山就是我这边的北山，河呢就在那个大楼的后边，就是干河。然后那边还有飞机场啊，这边是铁路。哦，看这有个飞机正在起飞呢，交通非常方便啊。这么大的城市啊，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中心，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呢？存在感很低啊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呢，60几年我们国家才开始开发它，然后8万铁道兵来这里铺设铁路。那在60几年之前呢，这里都是原始森林啊，只有少数的鄂伦春民族的人在这边以打猎为生，所以这个城市呢开发的比较晚，而且地点呢比较偏僻，所以我们很少有人会知道它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加格达奇这个名字比较怪怪的呢？不像我们汉族的名字啊。对了，它就是鄂伦春族的语言，它翻译过来呢就是说有樟木松的地方。樟木松就是这个松树啊，这个地区呢长得非常多这个樟木松，满山遍野都是啊。
看看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加格达奇是在270和梁红那个旅行节目里啊，他们的飞行驾照就是在这边考的，就是开飞机那个驾照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飞机训练的学校，如果你想学那个飞机驾照，可以来这里啊。确实这边天上啊有很多飞机，一会儿一架，这个估计就是学员在开飞机呢，有可能啊。我在这站了10分钟，看了好几架飞机了。正对面的呢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夜景美不美？看看这两边的灯光啊，金黄色的，太漂亮了啊！哎呀，金碧辉煌啊！对面那个山上有4个字“临海明珠”，因为这边是大兴安岭嘛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格达奇，我是从漠河坐火车过来的啊。很多人是不是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呀？加格达奇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行政中心啊。它的位置挺奇怪的啊，我们看一下地图，它位置在内蒙古的境内，但是它管辖呢归黑龙江来管的，等于是黑龙江的飞地啊，奇怪吧？我们看车牌就能看出来，都是黑龙江的车牌，黑 P 开头的。内蒙古也要过几次这个地方，但是一直也没有要回去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呢，我这就不太方便讲了。总之是历史遗留问题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。好多人没来过这里啊，我就带大家在这个市区转一转吧，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。山顶上有一个纪念碑啊，纪念了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的事件。广场上有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直接就是2条铁轨啊，说明这个地方与铁道兵息息相关。这里有一个鹿的雕像，大兴安岭嘛，都是以前的鄂伦春人，他们以打猎为生啊，就是打这些鹿啊、狍子呀这些野生。铁道兵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处于原始社会呢啊。说到这儿呢，很多人是不是就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开发这个地方啊？这么偏僻，而且气候这么寒冷。这后面有很多资料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林木资源非常丰富，我们国家当时在搞建设，大量缺这种树木，缺那个木材。那咱们全中国木材资源最丰富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它运不出去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修路，要修铁路，所以呢就派这个铁道兵来这边修铁路啊。1955年和58年都派了2次，这2次都失败了。一直到1964年，第三次呢，铁道部369师8万名官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，然后在这个高寒禁区先是立足，然后慢慢的开拓修铁路，一共修了792公里，牺牲了300多个人啊，所以每公里平均每2公里牺牲1个人，很不容易啊。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建了一座城市，还修了这么长的铁路，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啊。我曾经等过你，因为我也想你。你说的万水千山细长流，如今不能再爱你，掌管干枯的秋千。若再次的邂逅，你仍还爱你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内蒙古的满洲里，这里是中蒙俄3国交界的小城市啊，带大家在这边转一下。这个地方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啊！这边确实建筑风格都是俄罗斯的风格啊，你看这个感觉。
这里有条步行街是中枢金街，这金街上更多俄罗斯风格的那个房子。这个顶是圆的，这个顶是尖的。看这排这个房子啊，都是用的俄语。这种形状的橱窗还是绿色的，跟哈尔滨那个很像啊。俄罗斯风格，说明在这边很多俄罗斯人啊。这个中枢金街的入口处有一个雕像啊，左边大熊猫代表中国，这边大白熊代表俄罗斯。为什么不是中俄金街，要叫中枢金街啊？这后面都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，包括这个满洲里啊，其实都是俄语。满洲里的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旺盛的泉水，可见这个俄罗斯文化对这边的影响啊。满洲里大饭店，下面是俄语。满洲里酒店，这种感觉有点复古啊，像是电影里的场景一样。你看它这个大门啊，还是这样木质的，中间是转门。中间是转的，然后上面有这个挡雨的这个盆，像不像电影里那种感觉啊？再看看这个路灯啊，也是这样子的，而且门口还放了一个邮箱啊。这个俄式的风格的酒店门口再放2个石狮子，中俄结合。这还有个斗牛士的雕像呢。这边有个卢布里西餐厅。据说是这边最有特色的俄式西餐厅啊，改天我进去吃一下，我还没有吃过西餐。看这个酒店啊，哇，这是金碧辉煌的感觉，这个尖底儿，黄色的，再加上这个竖线条，看起来挺高端的啊。国际饭店，颜值很高啊，这个饭店，住一晚得多少钱呢？这个楼盖得好漂亮啊，蓝色的底儿，粉红色的墙，很有异域风情啊。这边的路都是单行道啊，而且这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。那里也有一个楼啊，看那个底儿，绿色的，也蛮好看的啊。春风十里，我喜欢你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这个是整点报时啊，跟北京站那个似的。北京站放的是东方红，它这个放的不知道是什么音乐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满洲里了啊，呼伦贝尔大草原。这边离那个俄罗斯边境口岸很近，我是从那个加格达奇坐火车过来的。这火车站蛮有特点的啊，那个是蒙古包的形象啊，这是汉语和蒙语吗？那个是。广场特别大，没什么人啊。本来是最后一站来这个满洲里啊，但是从那个加格达奇我看了一下，坐车来这里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先来这个满洲里，然后再去海拉尔，然后再去黑龙江的其他地方啊，换了一下顺序。我现在到了火车站的后面了，这边有一个过街天桥，可以看到整个火车站这里面的情况啊，这么多列车，装满了货物啊。这个满洲里是中国、蒙古和俄罗斯3国的交界处啊，所以这个货物都是国际贸易，现在都是要运到国外去的。看这边的房子，这个风格，像这种的应该是俄罗斯风格的吧？像这个蒙古包的，这应该是蒙古风格的。这是中式、俄式、蒙古式风格的。哇哦，看这个酒店啊，哇，这是金碧辉煌的感觉。这个尖底儿，黄色的，再加上这个竖线条，看起来挺高端的啊。国际饭店，颜值很高啊，这个饭店。
住一晚得多钱呢？玻璃这儿全是套娃。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，我来了。这个是最北端的火。